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灵魂真的存在，那么它会不会像我们的身体一样，随着时间而衰老呢？有些人看起来智慧非凡，好像经历过无数次人生，而有些人则单纯天真，对世界充满新鲜的好奇。这难道代表灵魂之间真的存在年龄差异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：灵魂会不会衰老？又该如何理解所谓的新灵魂与旧灵魂？在我们的日常思维里，衰老通常意味着时间的累积，肉体会从婴儿走到少年，再到成年与老年，最后逐渐衰退，这是地球生命的自然规律。但灵魂并不是物质的组成，它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也不会像细胞一样新陈代谢，所以灵魂并不存在生理性的老化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人像老灵魂？原因在于，当灵魂不断经历不同的生命，它就会积累各种体验、智慧与能量印记，这些经验会影响灵魂在新一世的展现方式。有的灵魂或许只经历过不多的轮回，因而表现得单纯、冲动，带着强烈的探索欲望；而有些灵魂则在漫长的历程中学会了耐心、理解与包容，散发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。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新灵魂与旧灵魂的差异。要特别强调的是，灵魂的新与旧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划分的，因为灵魂并非一个一个慢慢诞生，而是早在宇宙最初就已经同时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所有灵魂的起点是并行的，没有所谓谁先谁后。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用新与旧这样的说法呢？这是一种方便的比喻，让我们能理解灵魂在经验累积上的差异。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座巨大的图书馆，里面所有的书在同一时间被创造出来，这些书没有先后顺序，但有的书只翻过几页，有的书已经读过好几十次。那么，若我们要形容这些差别，就可能会说某些书比较新，某些书比较旧。灵魂的状态其实很接近这个比喻。所以，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新灵魂，并不是说他的灵魂才刚被创造出来，而是指这个灵魂在地球或物质世界的体验相对较少。而旧灵魂则意味着他已经累积了更多的生命历程，带着更深的洞察。或许你也会好奇，那么该怎么分辨自己或身边的人是新灵魂还是旧灵魂呢？其实，有一些特征可以让我们观察，新灵魂往往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，喜欢尝试、探索，对于规则与秩序可能不太在意。而旧灵魂则更倾向于思考生命的意义，追求内心的平静，甚至会有一种看透的感觉。不过，这些差异不是用来比较谁比较好，谁比较差，而是代表灵魂走在不同的路程上，各自都在完成自己的体验。在这一段，我想先给你一个观念：灵魂不会衰老，它是永恒且纯粹的。所谓的新与旧，只是我们在地球语言里的一种方便说法，用来描述灵魂经验的累积程度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更深入去探讨，如果灵魂不会衰老，那么这些经验的差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而新灵魂与旧灵魂之间，除了行为特征，还有什么更深的能量层次可以区分呢？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灵魂并不会像肉体那样衰老，那么接下来就要去理解一个更核心的问题：灵魂到底是怎么诞生的？它们真的是一个接一个慢慢被创造出来的吗？在我们一般的想象里，总觉得灵魂应该有个时间顺序，好像宇宙是一间工厂，一段时间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的灵魂，然后再生产下一个。这样的观念听起来很合理，因为我们的思维惯性就是线性的，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出生、成长、死亡。可是灵魂并不是依循这样的逻辑。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概念放下来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广阔的图景。宇宙在最初的那一刻，并不是只诞生了物质和能量，它同时也展现出了无数的灵魂。换句话说，灵魂并不是一个一个慢慢排队来到这个世界，而是同时存在的。想象一下，一场巨大的烟火在夜空绽放，当那一瞬间发生时，不是只点亮了一颗星火，而是同时绽放出无数道光芒。灵魂的诞生就是如此壮阔而完整。从本源的角度来看，每一个灵魂都是同时被点亮的，没有谁比谁更早，也没有谁比谁更晚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时间去衡量灵魂的新旧，因为灵魂并不存在年龄的概念，它们是超越时间的。所谓的新灵魂与旧灵魂，只是我们在经验层面的一种区分，而不是诞生顺序的先后。但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新的疑问又出现了。既然所有灵魂同时存在，那为什么我们在人世间还是会觉得有些灵魂经验比较少，有些灵魂却更显成熟呢？答案就在于，虽然灵魂诞生的瞬间是同时的，但他们的旅程却是多样的。每一个灵魂都像是一个探险家，选择进入不同的体验、不同的世界、不同的角色。这些选择与经历逐渐累积，成为灵魂的独特特质。有的灵魂可能刚开始尝试物质世界，所以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对一切都新鲜，充满冲动。这样的灵魂就会给人一种年轻的感觉。而有的灵魂或许已经走过了无数次轮回，经历过爱与失去，欢笑与痛苦，他们学会了更深的理解与接纳。这样的灵魂往往散发出一种宁静与智慧，让人觉得像是经验丰富的长者。这种差别并不是时间造成的，而是体验密度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灵魂的新旧不在于它存在多久，而在于它经历了多少。这样的理解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看待自己。当你遇到某些事情，觉得自己很难处理，或者总是跌跌撞撞时，不需要把它视为缺点，因为这可能正代表着你的灵魂正在学习一些全新的课题。同样的，当你发现自己在面对某些生命情境时，能够比别人更快看透本质，保持平静，那或许就是你累积经验的展现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记住一点，不论新灵魂还是旧灵魂，都没有高低之分。新灵魂的纯真与热情是宇宙的礼物，旧灵魂的智慧与包容也是宇宙的宝藏。两者只是不同阶段的体验，都是灵魂完整旅程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如果你把灵魂想象成一本书，那么所有的书都是同时存在的，但有的书翻过几页，有的书已经读过许多遍，每一本书都珍贵，每一本书都在被阅读，每一本书都在丰富这个图书馆。当我们能这样看待灵魂，就不再会用比较的心态去评断谁是新谁是旧，而是理解每一个灵魂都在经验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理解了灵魂不会衰老，也知道了新与旧其实代表的是体验的多少，而不是诞生的先后。接下来，我想带你更深入的看一看，如果我们真要区分新灵魂与旧灵魂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展现出哪些不同的特征呢？既然我们知道新灵魂与旧灵魂并不是时间上的先后，而是经验的多寡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究竟该怎么感受到一个灵魂的状态呢？其实，灵魂的能量会透过人的行为、选择与态度自然展现出来。当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差异。新灵魂就像刚踏上冒险旅程的旅人，他们常常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对这个世界的规则还不熟悉，因此行为上可能比较直接、冲动，甚至有点莽撞。对他们而言，一切都是新鲜的，每一次体验都充满惊喜。他们可能更重视自我表现，希望被看见、被肯定，因为灵魂正在学习我是谁这个课题。他们也比较容易陷入比较心、竞争心，因为透过这些过程，他们才能认识自己，建立自我价值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新灵魂可能在职场里非常拼命，不断争取升迁或认可，甚至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对他来说，这些努力并不是错，而是灵魂正在经历自我建构的重要阶段。当然，新灵魂也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特质，纯真。他们的眼神常常闪烁着对未知的好奇，那种热情与生命力会感染周围的人。而旧灵魂则像是经历过许多旅程的智者，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往往比别人更宽广、更平静。当别人为了一点小事争执不休时，他们可能会淡然一笑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冲突在更大的格局里并不重要。旧灵魂通常更注重内在意义，而不是外在成就。他们可能不那么在意名利或地位，而是追求心灵的成长，或是想要帮助他人。在生活中，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们不一定年纪大，但却给人一种沉稳、洞察的感觉，就像是有人一开口就能讲出一句触动人心的话。
庞佛看透了你内心的挣扎。救灵魂也比较少需要外界的肯定，因为他们的价值感来自于内心，他们懂得享受安静，懂得在简单中发现幸福，这种气质往往会让人觉得他们不太一样。但我要强调的是，这些特征并不是绝对的标签，你不会因为某一个行为就被定义成新灵魂或旧灵魂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同时拥有新灵魂的纯真与旧灵魂的智慧，只是比例不同，展现方式不同。更何况，灵魂的学习是持续的，今天你可能在某些面向上表现得像新灵魂，明天在另一个课题上又展现出旧灵魂的成熟。这是一个流动的状态，而不是固定的身份。如果要用更深层的方式来理解，可以把新灵魂与旧灵魂看作是能量频率的差异。新灵魂的能量往往比较活跃、跳动，像是快速燃烧的火焰；旧灵魂的能量则比较稳定、深沉，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。这些能量频率会影响到灵魂如何看待自己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，甚至如何面对人生的困难。例如，新灵魂可能在挫折时会感到沮丧，甚至怀疑自己，而旧灵魂则更容易从困境中看到意义，理解一切都是学习的一部分。或许你现在开始在想，那我自己到底是新灵魂还是旧灵魂呢？其实，这个答案并不需要外在的认证，因为无论你是哪一种，这一刻的你都是灵魂选择的体验。重要的不是分类，而是你是否能从当下的经历中看见灵魂的学习与成长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像新灵魂，那么请珍惜你的热情与探索；如果你觉得自己像旧灵魂，那么请发挥你的洞察与智慧，因为这两种状态都是宇宙的礼物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能感受到新灵魂与旧灵魂的差异，但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，这些差异会不会随着灵魂的进程而消失？换句话说，灵魂是否会在某个阶段超越新旧的界限，回归到更完整的状态？在下一段，我想带你一起探讨灵魂的经验深浅，如何在能量层次上展现出来，并且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旅程。如果我们把灵魂的旅程比喻成一本厚厚的书，那么每一次投胎就是这本书里的一个篇章。新灵魂与旧灵魂的差别，并不是谁比较高级，或者谁比较有价值，而是这本书翻到第几页的差异。新灵魂可能正翻开前几章，带着单纯、渴望探索的眼神，去体验这个世界所有的新鲜事物。而旧灵魂则是已经翻过了无数页，带着更多的记忆痕迹与深沉智慧，去看待生命中的起伏与课题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生活里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似乎天生就特别有耐性，特别懂得包容，甚至能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平静。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痛苦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已经在无数次轮回中练习过如何面对。相反的，有些人可能会对世界充满冲动，容易被情绪牵动，也渴望快速拥有一切。这并不是缺点，而只是灵魂在成长早期的特质。灵魂的成熟往往表现在3个面向。第一是看待痛苦的方式，新灵魂会把痛苦视为惩罚，会想逃避它，而旧灵魂则知道痛苦是老师，愿意从中学习。第二是对自我的认知，新灵魂常常被外在的评价左右，追求身份、财富、地位来证明自己，而旧灵魂则更清楚，真正的价值来自灵魂的体验与内在的成长。第三是对他人的态度，新灵魂可能更强调竞争与比较，旧灵魂则更容易理解合作、爱与共生的重要。或许你会想问，那是不是代表旧灵魂比新灵魂更幸福？不一定，因为旧灵魂的课题往往更加深层，也更复杂。当一个灵魂逐渐成熟，他所承担的生命挑战也会随之升级。这并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灵魂自我选择的修炼，就像学生在学习上从基础算术进入高等数学一样，难度增加了，但同时带来的收获与视野也更广阔。所以，灵魂并不是以老或新来比较谁比较好，而是像一场宏大的旅程，每个阶段都有其必要性。新灵魂的纯真提醒我们不要失去对生命的好奇与热情，旧灵魂的智慧则提醒我们所有的经历最终都指向爱与完整。当我们理解这一点，
就能够用更宽广的心去欣赏彼此的差异，不再急着批判，不再急着比较。而最有趣的是，无论灵魂的新旧，每一次生命都是全新的，即使是旧灵魂，当它诞生在这一世时，也依然会带着新的角色、新的任务与新的挑战。正因如此，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，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单凭外表就看清一个灵魂的全部。或许眼前那个看似冲动的年轻人，其实内在蕴含着几千年的灵魂经验，只是这一世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课题去学习。灵魂的新与旧，只是宇宙里的一种流动，而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比较谁更成熟，而是去体验、去学习，并在每一次生命里活出灵魂最渴望的那份真实。当我们谈灵魂会不会衰老时，其实真正要思考的并不是老化这个字眼，而是灵魂是否还在成长。灵魂不会像身体一样逐渐衰败，它的本质永远年轻，永远纯净。即使经历了无数次轮回，它所累积的不是消耗与损坏，而是智慧、爱与更深的理解。新灵魂与旧灵魂的区分，也并不是一种标签，而更像是一种地图，让我们能更清楚理解自己与他人的状态。新灵魂带着强烈的探索欲望与热情，他们在这个世界看见的一切都充满新奇；旧灵魂则经历过更多，懂得以平静与宽容来面对生命。这两种状态并没有优劣之分，而是共同织就了宇宙的多样与完整。或许你会在心里悄悄问自己，那我呢？我是新灵魂还是旧灵魂？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需要外界来给你，而是藏在你面对生活时的选择里。如果你总是渴望学习，常常对世界感到新鲜与惊奇，或许你带着新灵魂的能量。如果你更倾向于包容，懂得在困境里保持冷静，可能你展现了旧灵魂的特质。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不影响你灵魂的价值，因为在宇宙的眼里，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。重要的不是我们把自己放在哪一个分类，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此刻好好活出灵魂的真实。因为灵魂来到这个世界，并不是要追求比较，而是要去体验、去成长，去记起自己本来就是爱，本来就是完整的存在。所以，当你下次遇到一个和你很不一样的人时，不妨停下来想一想，也许他只是翻开了灵魂之书的另一页，而你正在读的，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页。每一页都有价值，每一段故事都有它存在的意义。最终，所有的灵魂都会走向同一个方向，回归爱，回归合一。而在这趟旅程中，你就是带着独特光芒的旅行者。这一集，我想邀请你，不要再纠结于自己是不是旧灵魂，灵魂到底老不老，而是试着静下心来，去倾听自己灵魂的声音，因为答案永远在你的内在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